虾仁穿越原始社会，开局变成了野人狩猎的目标。乌巢，你们疯了吗？丁，触发主线任务，在原始人的猎杀下存活2小时，奖励属性点乘1，生存大礼包乘1。系统，难道我穿越了？就在虾仁还搞不清状况时，面前的3个野人已经冲了过来，吓得他连忙撒腿就跑。可现代人哪里跑得过原始人？不一会儿，虾仁便被打晕倒在地上。再次睁眼时，已经到了晚上。虾仁发现自己被树藤捆住了手脚，前方是一群野人在吃烤肉大餐。看来我真的穿越到了原始社会，而且马上就要被吃掉了。丁，你已经在原始人的猎杀下生存了2个小时，恭喜完成主线任务。对啊，我还有个系统任务奖励是什么？您获得了生存大礼包和1点新的属性点，请选择属性点的分配方向。属性点只能加在前3条上面，虾仁决定先加点在力量上。打开生存大礼包。恭喜你获得初级语言精通乘1，基础生存手册乘1，万用地图乘1，开山斧乘1。初级语言精通可以让您与野人进行交流，基础生存手册可以让您获得基础的野外生存知识，万用地图将会记录您所到过的每一个地方。与此同时，虾仁脑海中涌入了大量的信息。这是一个十分原始的世界，而我要做的就是生存下去，建立起自己的文明。有了力量属性的加持，虾仁直接扭断了束缚的藤条，然后从系统中取出开山斧。火堆旁的原始人们立刻察觉到他的动作，快速地将虾仁围了起来。快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，直接打死，现在就吃掉他。野人说的话，虾仁全都听懂了，当即用他们的语言回应道：你们这群愚蠢的家伙，竟敢对神灵不敬！此言一出，野人们立刻面面相觑，他们没想到虾仁能听懂他们的语言。神灵是啥？俺们不懂。说话的是这群野人的头目，也是白天打晕虾仁的野人。哼，我是上天派来指引你们的神灵，你今天冒犯了我，我要惩罚你。小子，你让我生气了，我要打死你！丁，触发主线任务，立足威慑原始人，并降服他们，成为首领，奖励属性点乘1，止血膏乘3，失败惩罚，失去开山斧。乌巢，这任务偏偏在我装逼的时候触发，看来必须放手一搏了。嘿嘿，怎么样，本神的战斗力可还行？你毁了我的武器，哇呀呀，气死我了！大家一起上，干掉他！随着野人的怒吼，野人小弟们全都朝虾仁冲了过来。单挑不过就群殴，你不讲武德！虾仁被揍得鼻青脸肿，连忙跑到一旁怒吼道：都别过来！别以为老实人就好欺负，真要拼命，小爷最少1换5。奇怪的是，野人们居然真的吓了一跳，不再步步紧逼。后退，退回你们的营地，谁敢上前，我一斧子劈了他！小爷不就是吼一嗓子吗？效果怎么这么好？触发支线任务，驱逐剑齿虎，帮助原始人驱逐来袭的猛兽剑齿虎，奖励属性点乘2，原始人的好感。哪来的剑齿虎？乌巢，这我还驱逐个啥啊？围保他，再让他回家睡觉还差不多。就在虾仁即将被吃掉时，一阵巨大的脚步声传来。随着脚步声的靠近，剑齿虎低吼一声，随后竟抛下虾仁转身跑开。究竟是什么生物能让剑齿虎都十分畏惧？此时的野人们早已不见踪影，虾仁也快速朝着野人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。丁，剑齿虎已经逃离，恭喜您完成驱逐剑齿虎的任务，您获得了2点新的属性点和原始人的好感，请选择属性点分配方向。力量和敏捷各加1点。敏捷度提高后，仅仅奔跑了几分钟，虾仁就追上了那群野人。众人看见他后，都露出一副见了鬼的表情。你怎么没被剑齿虎吃掉？你们是真的狗啊！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早被老虎吃掉了。由于系统奖励了原始人的好感度，这群人感到有些内疚。我们那样抛弃你，真是太对不起你了。你一个人挡住剑齿虎，救了我们所有人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了。嘿嘿，既然大家对我这么热情，我也不能辜负了你们一方好意。以后我会和你们一起生活，成为小部落中的一员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有你这么勇敢的人在，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大型野兽了。野兽什么的都只是小事，以后有我当你们的首领，就算是剑齿虎再来，我也能打得他满地找牙。
虾仁透露出要当他们首领的信息，没想到原首领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十分兴奋。有了您作为我们首领，咱们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。你已经成功融入了无名部落，完成主线任务，立足，获得了3份止血膏和1点新的属性点，请选择属性点的分配方向。现在我有3点力量，再加上开山斧已经够用了，敏捷2点也够用了。系统，我选择加体能。体能属性+1。止血膏是什么东西？止血膏由多种药物混合而成的良药，可以止血生机，保质期1天。居然还有保质期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取出来1天之内不用掉的话，就废了。接着，虾仁了解了这个部落的基本状况。部落里一共有15个原始人，他们的名字都非常简单。曾经的野人首领就因为武器是大骨棒，所以便叫石骨，还有些叫阿棍、黄石、绿藤等名字。部落里还有4名女性，她们的名字也都是根据各自特征来取的，分别叫做瘦瘦、大大、能生、很凶。此外还有个特殊的人，就是白天时给石骨等人带路，发现自己的那个瘦小原始人。这个人名字叫寻猎者，没什么战斗力，但智商比较高，主要负责寻找猎物。认识过众人以后，虾仁决定先向众人建立起自己的威望。这个老六刚穿越到原始森林3分钟，就被一群野人打晕带回部落，眼看即将成为野人们的烤肉大餐时，却突然觉醒了文明创造系统。凭借系统赠送的开山斧，虾仁征服了这群野人并成为首领。我叫虾仁，以后你们可以叫我首领、老大或者虾哥也行。我是一个文明人，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向你们传递文明知识的。只要跟我混，我保证你们天天都能吃饱喝足，不用为食物发愁。众人似懂非懂，但他们都选择相信老大的。深夜，这群野人都陷入了睡眠。虾仁看着众人就这样随意睡在野外，不禁陷入了沉思。没有房屋，这可不是文明社会该有的情况。看来接下来的首要任务还是先帮助大家建立起适合居住的房屋才行。丁，检测到宿主的意志，触发主线任务，定居，协助原始人建造家园，正式成立部落，并将人口扩充到50人。任务时限18天，奖励属性点乘3，大型物资宝箱乘1，传承刻板乘1。系统，传承刻板是什么？很抱歉，只有等宿主完成任务后才能提供信息。管他呢，现在还是先睡觉吧，养足精神才好做事。可当虾仁真的躺在草地上，想要安然入梦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就睡不着。一是睡在草地上十分难受，二是周围危机四伏，但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他饿了。来到这个世界后，我已经10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，好想吃宵夜，怎么办啊？思来想去，虾仁决定前往原来遇到剑齿虎的地方，那里还剩下一些没吃完的烤肉。可当他来到原先遇虎的地方时，整个人却震惊了。这脚印如此巨大，怪不得就连剑齿虎也被他吓跑了。不过这怪物3个脚趾头还是用2只脚走路的，难道说……这几个条件串联在一起，虾仁脑子里浮现出了一个象征着无敌的名词：无潮。这地方太可怕了，吃完烤肉得赶紧回去。次日清晨，虾仁先是让部落几名精壮男子出去捕猎，其余人则留在原地等待。随后他带着3名小弟出去寻找搭建庇护所的地方。老大，我们要找什么样的地方啊？想要长久居住，就要找一个相对平坦的、靠近水源的地方。另外要避开风大的区域、大型野兽常出没的区域，以及照不到阳光的区域。老大，我记得有个地方离水源比较近，而且附近有一片空旷的草地，就是那里被一群大黑牛霸占了，驱赶不走。居然还有这种好地方！只要在那附近盖起房屋，草地既能开垦成耕地，又能直接放养那群大黑牛，居住、饮水、粮食、牛奶、牛肉，啥都有了，简直是完美的部落选址。快点带路，我们就去这个地方。可是老大，那里有大黑牛啊！不就是牛吗？一群铁憨憨而已，完全不足为虑。虾仁并没有把牛群放在眼里，可当到了地方后，却瞬间傻眼了。我想收回刚才的话，这牛都快赶上大象的体型了。老大，我们要过去吗？你们待在原地，我先过去看看。虾仁决定还是要试一下，说不定那群黑牛脾气很温和呢，而且有敏捷属性加成，事情不对他还可以逃跑。牛哥早上好哈！大黑牛闻声停下了吃草的动作，发出一声吼叫，随后便做出蓄势冲锋的姿态。别冲动，牛哥别冲动。
虾仁连忙后退10几米，才打消了牛哥的怒火。脾气这么差，这可咋整啊？去看看别的牛，说不定这头只是特例，其他的都很温和呢。接着，虾仁又走向另外一头牛犊子，体型和成年黄牛差不多。嗨，小牛哥在吃早草呢，好吃吗？什么味？牛犊子歪着脑袋打量虾仁，似乎在思考这句话的意思。过了一会，好像是想明白了，发出了一声稚嫩的牛叫。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问个好，叫家长什么的，完全没必要。乌巢，你们不要过来啊10几头大黑牛愤怒地朝着虾仁冲过来，震得大地都在轻轻颤抖。救命啊！我又没有及时糖浆，你们这么拼命追我干嘛？老大实在太勇猛了，居然一次挑衅了这么多大黑牛。这么多大黑牛，不知道老大会不会被踩死？他要是死了，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武器捡回来。还有老大的衣服，希望不要被踩碎。另一边的虾仁在被追了几百米后，终于是爬上了一处小山坡。刚才不是很凶啊，有本事上来啊！哟呵！本来打算以朋友身份和你们相处，可换来的却是报复。不装了，我要吃牛肉，我摊牌了。虾仁心中记下了这个仇，他决定就选这片草地作为部落选址，而这群牛必将被他虾某人征服，尤其是那头牛犊子，一定要宰了做成牛排、牛柳、牛杂等各种美食。老大，你太勇猛了，居然连大黑牛都敢挑战。老大，你居然没被踩死，我本来还想捡你的武器来用呢。你们想不想尝尝那群大黑牛的味道？想啊，要是老大有办法捕杀的话，一头大黑牛就够大家吃很久了。但是老大打不过的，还是算了吧。想就可以跟我回营地。我要宣布一件大事。弟兄们，以后我们的营地就在不远处河边的一处草地上，我们要在那里建造房屋。从今天起，我会教你们制造强大武器，只要你们好好跟我学，很快就能成为这片原始丛林的霸主。说完这些话后，虾仁拿出开山斧，走向了一棵粗壮的大树旁。这个老六刚成为野人首领3分钟，就发现原始森林中不仅有凶猛的剑齿虎，还有疑似恐龙留下的脚印。乌巢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。为了自保，他决定先帮助原始人制作武器。制造工具是从原始人走向文明人的第一步。虾仁拿起斧头开始砍树，砍下树木后，他又将原木劈成一个长棍形状的木材，再将头部削得十分尖锐。就这样，一个简易版的刺枪就制作完成了。丁，恭喜您成功发明了一件新的器物，获得1点科技点。老大，这个是什么武器？它好像比我的棍子厉害多了。这种武器叫做刺枪，虽然是木头做的，但只要力量足够，投掷出去完全有可能直接洞穿中小型野兽的身体。就用这把武器，本大爷带你们狩猎去。虾仁带着刚刚制作的刺枪，行走在原始森林中。巡猎者，你留意一下周围出现的野兽，有体型大一点的就提醒我，其他人看我演示刺枪的用法。刺枪在近距离和野兽搏斗时，可以用来刺入野兽身体。老大，我好像学会了，可不可以让我试试？那你耍两手吧，看看学到了我的几成实力。好的，老大。石骨好厉害哇，居然比老大刺的还要深。居然比我这个现代人耍的还好，这让我老脸往哪搁？学得挺快，只要再多练习几次，就能像我一样厉害了。老大，我发现前面有一只大野猪。众人顺着巡猎者的指引向远处看去，果然看到几十米外的树下野草当中，有一头半人高的棕色野猪在那边啃食树皮。好大的一头猪，最少有300斤了。你们看好了，我再教你们木枪的第2种用法，投掷。失误哈！老大，让我来试试。还不等虾仁反应，阿棍提着木枪就朝野猪逃跑的方向快步冲了出去。射中了，阿棍打到野猪了。老大，我们成功了，这头野猪的肉很多，够大家吃好几天。干得漂亮，不愧是我的小弟。
捕杀一头成年野猪，所有人都激动不已。要知道平日里遇到野猪都是要夹着尾巴绕道走，如今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干掉了。于是众人更加崇拜虾仁了。老大，你看这头野猪的肚子，肚子怎么了？这头野猪的腹部皮毛松散，应该是前不久才结束哺乳的。我们在附近找一找，说不定可以找到它生下来的小野猪。我操！你居然还懂这些，看来野人也不全是傻子，还有是聪明人的。丁，触发支线任务：驯化野兽，圈养野猪幼崽，使其成为家畜，奖励小型物资宝箱乘1，初级食谱乘1。快点去周围找找，看见小野猪的话就全部捉起来，记住要活的，千万不能伤害它们。众人闻言四散开来，分头寻找。没多久，果然找到了一窝小猪仔。将一群野猪搬回大本营后，虾仁先是吩咐几个女人去处理野猪肉，自己则在一旁指导起男人们，教他们分割木料和砍伐树木。而虾仁则是用这些树木搭建出了一个简易的猪圈，把小野猪们放进去，以后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了。然而他的话音落下，众人却没有立即执行。老大，这么好的巢穴用来关小野猪实在太浪费了，我想住这个巢穴，你让我住进去吧。啊！你别丢人了，跟着我混怎么能住这么破地方？老大，我们还要建更多屋子吗？那肯定的，到时候要建一个很大的木屋，不只有木屋，还有土坯房、石头房、砖瓦房、钢筋房、玻璃屋，只要科技到位了，啥都能整。行了，去把小野猪们放进去吧，以后你们每天都要弄点野菜、树根之类的东西给小野猪进食。老大，我们为什么要喂养小野猪？它们不是我们的食物吗？你现在吃掉小野猪的话，只能撑1-2顿饱，但是如果养活它们，将来它们长大了变成大野猪，就能吃很久。而且它们之中有公有母，还可以继续生小猪，小猪再变大猪，大猪再生小猪，猪子猪孙无穷尽也，反正就是吃不完的意思。原来如此，老大实在太聪明了。当众人把野猪放进猪圈后，虾仁的系统任务终于完成了。丁，你已成功将野猪幼崽圈养，完成任务：驯化野兽，奖励小型物资宝箱乘1，初级食谱乘1。虾仁一看，自己的系统之中已经多出了2样东西。学习初级食谱。丁，你已学会初级食谱。虾仁脑海中立刻出现了20道菜的做法，其中有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、烧花鸭、烧子鹅等菜谱。光有菜谱，没厨具和调料也做不出来啊！希望物资宝箱能开出厨具或者调料。打开物资宝箱。丁，你从小型物资宝箱之中获得了1袋盐。太好了，盐可是最重要的调味品，有了盐烤肉就有滋味了。夜幕降临后，女人们已经把野猪处理好了。虾仁本想着吃一顿美味的烤肉大餐，可下一秒却看见了震惊的一幕。老大，这只最大的给你，我们吃小的就好了。乌巢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不是会用火吗？干嘛要生吃？老大，我们昨晚逃离剑齿虎的时候，没有把火种保存下来，现在没有了呀。石谷露出习以为常的表情，似乎对于他们而言，吃熟食只是极其罕有的事情，大多数时候还是吃生的。不会使用火，那先前的火种应该是雷劈后恰巧留下来的。看来这群原始人的科技水平还处在旧石器时代，大约是距离现代200-300万年前。而人工取火的技术最早是在山顶洞人遗迹里面被发现的。山顶洞人距离现代的时间只有1万多年。看来今天还得多教你们几手本事。众人满脸疑惑，不知道老大想做什么，只知道他捡了些没用的木头，然后又做出了奇怪的举动。这个老六拿起一根木棍在树皮上不停旋转，明明是要进行高难度的钻木取火，可周围的野人小弟们却哄堂大笑，因为他们觉得老大的行为就像是小孩子在玩泥巴。然而随着虾仁的双手快速搓动，朽木和木棍摩擦的小洞周围很快就冒起了一缕白烟，接着周围的易燃物被点燃，发出微小的火光。成了！虾仁捧起燃烧着的易燃物，放到另一堆易燃的枯枝落叶底下，随着火苗跳跃，很快林子底下就燃起了一堆崭新的篝火。丁，您成功发明了钻木取火的技术，科技点加10。居然给这么多！先前我发明木枪只有1点科技点，而钻木取火却直接给了10。好了，现在有火了，开始准备烤肉大餐吧。虾仁的话音落下，小弟们却没有回应他，因为此时众人都瞪大了双眼，死死盯着那堆火焰。老大居然能制造出火焰！天哪，我要给老大生100个猴子！老大，你是人吗？小伙子，你骂谁呢？我就凑团伙而已，怎么就不是人呢？可是人怎么可能拥有这样了不起的本领，居然连火都可以变出来？在原始人眼中，火是上天馈赠下的恩赐，人类绝无可能能够凭空生出火焰，因此他们认定自己的老大绝对不是人。老大不是人，老大不是人，老大不是人。
你们的老大是无所不能的，钻木取火只是基础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。老大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东西叫盐，放在烤肉上可以让烤肉更加美味，还可以长时间保存食物。就这样，虾仁将处理好的肉块放在火上烤熟，再撒上适量的盐调味。当众人吃上肉的第一口之后，全都震惊了。太美味了，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不要跟我抢，我要吃5块肉。那我也要吃5块肉。嘿嘿，大家随便吃，跟着我虾某混，一天吃9顿。次日清晨，虾仁一大早便带着先前做好的数十支木枪，前往准备建立部落的场地。咱们要建立家园的地方被一群暴躁的大黑牛占领了，所以我们要用手中的木枪夺回来。可是老大，我们好像打不过那群大黑牛。我知道打不过，所以待会你们跟着我去草地那边搞点东西。虾仁带着众人来到一片草地，在杂草中寻找着什么。找到了，你们几个在周围找找这种野草，看见的话就摘下来。虾仁手中的物是绿葵，此草药具有麻痹性作用。多亏了系统自语，我的基础生存手册有了这个，战胜大黑牛的几率就大大提升了。老大放心，我们马上开始。石果等人答应一声，四散开来，一头钻进草丛里，开始了枯燥的拔草工作。收集完草药后，虾仁让众人用石头捣碎草药，把药汁涂抹在木枪之上。出发去猎牛。一会儿我会把那些大黑牛都引到山脚下。阿棍、石鼓，你们几个要负责猎杀它们。大黑牛的头骨非常坚硬，木枪是伤不了的。你们尽量往它们的脖子腹侧投掷木枪，枪头扎得越深，绿葵草的毒素就渗透得越多。巡猎者，你负责观察全局，要是发生什么特殊动向，就立刻大声提醒我。好的，老大。交代完大致的计划后，虾仁便独自来到牛群旁边。铁憨憨们，爷的复仇开始了。打我，笨蛋！嘿，要的就是这效果。大黑牛愤怒地追着虾仁，另外2头牛也跟着瞎冲了起来。快来追我呀！热腾腾的牛肉火锅正在等着你们。所有人准备。好机会，阿棍快出手！阿棍继续朝着3头牛不断扔着木枪，木枪虽然没给大黑牛造成致命伤害，可先前涂抹的药汁却发挥了作用，很快3只大黑牛就丧失了行动能力。大黑牛的生命力十分顽强，不要停下，继续攻击。在阿棍不停的攻击下，3只大黑牛终于是没了动静，然而先前他们的惨叫却引来了整个牛群。我操！老大，牛群全部过来的话，我们只剩下24根木枪了，是不够将他们全部猎杀的。要不我们先撤退吧，下次再来解决掉剩下的牛。离安家任务的实现只剩下不到16天，我连房子都还没建起来，人口也依旧只是15个，时间紧迫，容不得这么耗下去了。牛是群居动物，肯定会有首领存在。牛群前面最大的应该就是首领，只要能干掉首领，其他的牛定然会无比惊恐，然后一哄而散。擒贼先擒王，这种战略性的思维方式让头脑简单的原始人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半晌后才反应过来。天哪，老大实在是太聪明了，居然连这种方法都能想出来，老大真不愧是老大。阿棍，给爷办了他。好的，老大。吴朝，这头牛疯了吗？这个野人2.5秒内扔出了18支木枪，成功猎杀了3头大黑牛。本以为能够让部落饱餐一顿，却没料到此举竟引来了整个牛群。愤怒的大黑牛们将山坡上的虾仁等人围住，黑牛首领更是对石壁发起猛烈的冲撞，眼看小山坡就要摇摇欲坠。我们一共只剩下24根木枪，擒贼先擒王，大家集中精力猎杀黑牛首领。好的，老大。众人一起扔出木枪，却仅仅只是刺破了黑牛首领的表皮，而他依旧还在不停的撞击。老大，这家伙有点硬啊！攻击他的腹部，那里是最脆弱的地方。第2轮攻击朝着黑牛的腹部而去，长矛这次深深的扎进了体内。继续攻击。
第3轮攻击过后，黑牛首领被扎成了刺猬，明明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可虾仁却下达了停止射击的命令。我们只剩下最后1轮攻击的木枪，要是没能猎杀黑牛首领，就麻烦了。阿棍，你试着瞄准牛的眼睛，争取一击毙命。老大，我试试看。阿棍将手中的木枪掷了出去，木枪却射偏了，刺在了牛的额头上。没关系，再试一次。好的，老大。第2次射击没有射偏，木枪狠狠刺入黑牛的左眼，没入近1尺深。黑牛首领立刻发出巨大的嘶吼声，整个身体也在不停地四处狂奔。几头黑牛闪躲不及，直接被他撞得跌倒在地。一时间，牛群乱成了一锅粥。老大，我这是成功了吗？你做得很好，黑牛首领马上就要死了，只要他一死，其他黑牛就不再是问题。大约过了5分钟后，黑牛首领终于倒在了地上，整个牛群见自己老大没了，也当场溃散，纷纷逃离，现场只留下了5具倒下的大黑牛。走，收拾战利品去。这么多肉，得多久才能吃完啊？天哪，太幸福了吧！一群原始人眼睛放光，看着今天的战利品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就你们这几张嘴，根本吃不完。回头我教你们个办法，把它们做成牛肉干，省得放着腐烂掉。然而虾仁很快就意识到，自己手底下这点人根本就处理不掉5头牛。原始人没有铁器，只有开山斧才能顺利切下牛肉，可斧头只有1把，处理1头牛都需要很久，更何况割下来的肉还要清洗、腌制、晾晒等。思来想去，虾仁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。巡猎者，这附近是不是还有别的部落？是的，老大，这座岛上还有好几个部落，离得最近的是海湾氏族和椰林氏族，人数大约都是30-40人。你知道这2个部落的具体驻扎地址吧？知道啊，老大，你干嘛问这个？明天一早你就去这2个氏族跑一趟，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有大量的肉食，可以免费送给他们，让他们自己来拿。众人一听，顿时就不乐意了。老大，我们辛辛苦苦打死的猎物，凭什么送给别人？那些大氏族的人一个个凶得要命，瞧不起我们，还老抢我们猎物。老大，你不能这样做啊！是啊，他们太可恶了，就算是让食物腐烂掉，也不可以送给他们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显然是没少被欺负过。大家放心，就按我的计划来就行，咱们一定不会吃亏的。实际上，虾仁的最终目的是让这2个氏族加入虾仁部落，从而完成系统任务定居。4日清晨，众人已经搬到了河边的草地来住。虾仁先是让巡猎者去给另外2个氏族传达消息，随后便准备建立住所。今天开始教你们盖房子，等下我会给你们每个人分配任务。砍树的砍树，除草的除草，搬运的搬运，大家都不许偷懒。好的，老大。为了这次建造房屋，虾仁还利用牛骨制作了一些小发明，比如骨斧、骨刀、骨铲等，还制作了一些实质用品。众人纷纷开始忙碌的工作，而虾仁则是在一旁指挥。身为一个养成玩家，苦活累活当然是交给工具人去干，自己只要负责统筹大局就行了。此时，虾仁的脑海里浮现出万用地图，而脚下这片草地已经被他标记为部落领地。部落领地被他分割成了4个功能区，分别是居住区、耕种区、饲养区和训练场。虾仁幻想着，眼前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掌上游戏，他只需要手指在地图上轻轻一点，就会有一群工具人跑到对应的地方，勤勤恳恳地建设起来。要是能氪金加快建造速度就好了，这帮原始人工作速度真是够慢的。整整一上午，凭借着虾仁蹩脚的建造技术，虽然十分简陋，但房子终于是被搭建好了一大半。而就在这时，巡猎者带着2拨陌生人回来了。这2拨人分别是海湾氏族和椰林氏族的成员，走在最前面的是各自的首领。食物呢？食物在哪里？要是敢骗我们，绝对饶不了你。没骗你，食物就在那里。巡猎者指着远处倒在地上的5只大黑牛，然后还不等对方反应，就自顾自离开了，来到了虾仁身边。老大，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实施了。做得很好，奖励你今天不用干活。与此同时，2个氏族的野人们来到大黑牛旁边，当他们发现这些牛真的死去后，全都震惊了。不可能，这么大的野兽绝不是人类可以击败的。一定是野兽之间自己争斗，把自己给杀死的。他们一定是想拿食物讨好我们，然后带着老弱病残加入我们的团体之中。太天真了，这些食物直接抢夺过来就是。很快，众人就想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于是便气势汹汹地找到了虾仁面前。你就是他们说的老大？嘿，我是虾仁，找我什么事？哼，毛这么少，肯定是个不中用的男人。这个老六举全部落之力，艰难捕猎了5头大黑牛，可尽管小弟们3天饿了18顿，他却毫不犹豫将牛肉全部送给另外2个部落。然而2个部落老大看见牛肉后，全都哄堂大笑。他们一定是见我们部落实力强大，想要拿食物来讨好我们，然后带着老弱病残加入我们的团体之中。
太天真了，这些食物直接抢夺过来就是。所有人都以为虾仁是怕了，可殊不知，虾仁的最终目的却是吞并这两个部落，收服所有人做小弟。你就是他们说的老大，毛这么少，肯定是个不中用的男人。海湾氏族女王的一番话，让虾仁陷入了不知所措。一上来就问这种话，莫非是看上了我？一群野蛮人，懒得和你们计较。大黑牛在那边想要牛肉，自己去搬，不要妨碍我建房子。盖房子那是什么东西？鱼饵上钩了，随便你们怎么说，反正我是不会把建造完美巢穴的方法教给你们的。你们拿了牛肉就赶紧走，我最讨厌你们这种态度不好的陌生人了。虾仁说完后便不再理会他们，自顾自指挥起小弟工作。不中用的骗子男人，走，我们先去看看食物。目送众人离开，巡猎者心中有些不满。老大，我们就这样把食物送给了他们。没事，不用管他们，我们先盖房子。大黑牛就算扔在那里，也不是他们能搬走的。只有咱们的斧头才能够处理那些肉块。就这样，经过众人1个小时的努力，虾仁终于盖好了一间屋子。大功告成，虽然破了点，不过再怎么说也算是一间完整的木屋了。丁，你已成功建造了木质房屋，科技点加10。这就是房屋吗？看起来果然比猪圈要漂亮一点。不愧是老大，居然能够建造出这么特别的巢穴。就在虾仁享受着众人的夸赞时，巡猎者却指着远处说道：老大，那群人还没有走呢。只见草地的另一边，来自海湾氏族和椰林氏族的2伙人还在看着大黑牛愁眉不展。走，我带你们去打他们的脸。喂，你们怎么还不把牛肉运走？是力气小，搬不动吗？要不要我们帮忙？你们不过是运气好遇到牛群自相残杀而已，又不是你们把这些牛干掉的，得意什么？哟呵，你们不相信我们就算了，这5头牛是所有人类的公共财产，想吃自己拿就行。虾仁说完后，便指挥阿棍拿着开山斧上前分割牛肉。只见阿棍举起骨斧砍下去，从黑牛身上轻松剁下一大块肉。2个氏族的人眼睛都直了。你这个武器是什么？给我们用用。你谁呀？这可是老大给我的武器，你这个外人不配拥有。不用说太多，直接抢过来就是。这是我的小弟，你敢抢一个试试？竟然敢威胁我，受死！这一幕有点熟悉。这怎么会这样？好，老大干得漂亮。没事，不要哭，不就是一把武器嘛，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们老大，听他的话，他肯定会给你一把更加厉害的武器。椰树大王被气得浑身发抖，可是虾仁手中的斧头又让他十分忌惮。你们哪来那么多强大的武器？跟你们没关系，别和这群人浪费时间了，回营地吃烤肉去。虾仁用开山斧在牛身上划下一小块肉后，便返回了营地。然而不出虾仁意料的是，这群人果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。走，去他们营地看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天哪，这是一个野猪巢穴，里面有好多小野猪。这个虾仁为什么要给野猪住这么好看的巢穴？我们要不要把小野猪吃了，抢了他们的巢穴？你居然想住在这个部落的附近？女王，我住在这里肯定不行，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巢穴搬回去，放在椰树林里作为高级巢穴。女王，你们的驻地不适合放置这样的巢穴，所以巢穴归我们，剩下的小野猪你们拿去吃，没意见吧？没问题。就这样，一群人商议好分配方式后，刚准备动手逮捕小野猪，然而就在这时，一股奇异的香气从旁边飘了过来。尸骨，把盐拿来，没放盐的食物简直没法吃。活小点，活小点，你想把肉烤焦吗？阿棍你个憨批，肉切那么厚根本烤不熟。女王，我好饿啊！我也好饿，我从早上到现在一口食物都没吃过。我也有些饿了，你怎么看？见自己小弟被馋哭了，女王脸上表情虽然有点不爽，不过还是决定去看看。刚一靠近，更加浓郁的肉香扑鼻而来。可令这群人奇怪的是，虾仁正拿着一个奇怪包装的物品，往烤肉上撒出一粒粒沙子一样的东西。这么好吃的烤肉，居然要往上面撒沙子，太可恶了！一名野人当场就怒了，决定上前和虾仁理论一番。可谁知虾仁却拿着滋滋冒油的烤肉，朝着那个野人伸出去。你这么着急跑过来，是不是饿了？快过来吃肉！男人只是往烤肉上撒了一点盐，却让一旁的野人气得浑身发抖。如此美味的烤肉，你在上面撒沙子干什么？哟呵，
我操！别问那么多了，吃还是不吃？看着眼前滋滋冒油的烤肉，野人馋得直流口水，也顾不上杀不杀子了，接过烤肉张嘴就咬了下去。可下一秒，他就被烤肉的滋味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哼，太过分了，竟敢用食物诱惑我部落的同伴，简直是对我这个氏族首领的严重挑衅。怎么，你也要来一口吗？我就是饿死，从悬崖跳下去，也不会吃你一口烤肉的。我要和你决斗。1对1的决斗是原始人争夺氏族首领位置最常见的方式。然而话刚一说出口，一旁就响起了一声大叫：太好吃了！天哪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有这么夸张吗？再给我吃一口吧，再给我吃一口吧。那个意外哈。你不是一直好奇我火种哪来的是吧？我现在告诉你们。虾人拿起事先备好的干燥木料放在空地上，然而这样的行为却让海湾女王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。你在干什么？当然是教你们生火的技术。虽然咱们不是一伙人，但怎么说大家都是人类，生火这门技术是用来造福全人类的，我不会藏着掖着。一边说着，虾人一边开始操作起来。只要这样，再这样就可以生出火来了。虾人解释了一遍取火的技术，又叮嘱了用火需要警惕的问题。不到几分钟的时间，就当着众人的面升起了一团新的火苗。这怎么可能？火对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然而平时获取火种只能靠着天空打雷，现在虾人竟能凭空生出火焰，这怎么能让众人不震惊？让我试一试。没问题。虾人拿了一些能够生火的干燥木料给他，海湾女王便照着虾人的动作开始了尝试。第一次生火，木棍被搓碎了；第二次，木棍又被搓碎了；第三次，他控制住自己的力气反复搓动，速度很快。不久后，枯木上开始冒起白烟，紧接着噗的一声轻响，一朵幼小的火苗冒了出来，摇曳着燃烧起来。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居然制造出了火焰。此刻海湾女王心中的不满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惊讶与喜悦。看你们也饿了，坐下一起吃东西吧。这个我不饿。大家都是人类，有吃的就应该互相分享。只要你们不主动挑衅，我们还是很热情好客的。求求你给我再吃一口吧，我快不行了。就这样，3个氏族的人聚在一起，尽情享用着烤肉大餐。所有人都是敞开了肚子大吃特吃，食盐的消耗量更是惊人。那种咸咸的滋味之美妙，远不是清淡口味可以相提并论的。我感觉以前吃的食物都不是人吃的。我也是，再也吃不下生肉了。真香！哎呀，这烤肉真香。虾人，你能告诉我食盐怎么制作吗？这个不可以，是商业机密。不过我可以再送你们一样东西。这是骨刀，被我打磨的十分锋利，用来切割牛肉都不是问题。太好了，有了这把锋利的武器，我们就可以切割牛肉，把食物带回去了。虾人大王真是个好人呐！确实，真是少见的大好人。行了，开始切割牛肉吧，每人带1大块回去，就足够所有人吃2天了。2位首领都很高兴，今天这一趟出来，不但吃到了好吃的烤肉，学会了取火的本事，还白赚了一把强大的武器，再加上大量的肉食，同样对虾人来说，收服他们做小弟的目标也更近了一步。现在还不能着急说出我的目的，否则只会引起别人的警惕性，适得其反。转眼3日过去，虾人的木屋已经建到了第9座。随着熟练度的提升，众人干活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很多，木屋的样式也越来越美观。在这2天里，海湾女王和椰树大王来过2次。第一次来是带着10几个身体健壮的猎手，负责搬运食物。虾人没有去和他们打交道，只是静静在木头堆里忙碌着。反倒是2位氏族首领在要离开的时候，特地过来问候了一句。虾人直接将2人请进屋，让他们提前体验了一回住在房子里的舒适，不过并未告诉他们房屋的建造方法，这让2位首领在离去时一直在兀自琢磨。第2次来时，2方首领都带着不少特殊的东西，这些全是我们部落里最珍贵的收藏品，可不可以用这个换房屋的建造方法？拿回去吧，我对这些没有兴趣。房屋建造方法是我的不传之秘，你想学的话，必须加入我的部落才行。那些百宝对虾人来说一点用都没有，房屋是他最大的筹码。燧人传火是人类之光，有巢助学是人类之本。我只能传其一，不能传其2，否则2大氏族就将先一步成立部落，到时候竞争起来，我这个小部落再想扩张，难度将会提高10倍不止。听到结果的海湾女王脸色很不好看，估计是被虾人的话气到了，只能灰溜溜的离开。
然而到了次日，就在虾仁正如火如荼建造第10座木屋时，却忽然听见远处传来巡猎者的喊叫：老大，海湾女王带着很多猎手正在往我们这边赶来。看清楚一点，他们有没有携带武器？呀，所有人都带了武器啊！看来是不愿加入我的部落，又想要这个木屋，便打算强了。虾仁终究是高估了野人们的道德水平，不过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。打开武器库，所有人准备战斗。好的，老大。武器库是一间专门用来存放武器的木屋，里头有40多根木枪，10几件古制的刀和斧。不多时，海湾女王带着一群威猛高大的猎手，浩浩荡荡来到了草地区域，人数一共31人，而虾仁这边的战斗人数只有10人。老大，这好像打不过。别慌，利用好投掷武器的优势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没错，我连大黑牛都能杀死，这群人更是不在话下。虾仁大王，我今天来向你学习建造木屋的方法，你最好不要像昨天那样回答我。哼，我要是拒绝呢？哼。如果你拒绝的话，我会把你氏族的人全部杀死，然后拿走你们的领地。虾仁在原始森林建造出世上仅有的一座木屋，可还没来得及带着野人小弟入住，部落就被强大的海湾氏族所包围，他们个个手拿武器，气势汹汹。虾仁，交出木屋的建造方法，否则我会将你氏族的人全部杀死，而你也将失去依靠，只能乖乖加入我的氏族了。11人对阵30人，巨大的人数劣势下，虾仁却没有丝毫慌张。海湾女王，你错了，我虾仁来到这个世界，唯一的使命就是成为所有人类的首领，带领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走进文明时代。如果你对我的人出手，非但不能使我臣服，反而会让我仇视你们，成为死敌。咦？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，我也不想和你起冲突。若是你能带领你的伙伴加入海湾氏族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没必要争夺什么了。你也可以成为我独一无二的伴侣，享有我所拥有的一切。此话一出，还不等虾仁回应，海湾氏族就炸开了锅。女王不可以，我们才是你最忠实的伙伴啊！那个人只不过是个外人，他不配成为你的伴侣。女王的好意在下，恐怕无福消受。不过你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其实我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建议。什么建议？让海湾氏族的人全部搬迁到我的地盘，共同成立一个部落。部落的酋长将会是我，而我会带给你们无穷无尽的资源、技术、武器、食物、房屋，这些都只是最基础的东西，比这更加珍贵的还有很多很多。哼，你说的其他条件我都可以接受，唯独你当大王这件事不行，大王只能我来当。看来是没得商量了，那就来较量一下吧。老大危险，不要去啊！没关系，老大是无敌的，而且如果我真的遇到了危险，你就用我建造的木枪在后方远程投掷支援我。你们不是质疑我的能力吗？来吧，给你们一个机会战胜我。你想一个人挑战我们所有人吗？弟兄们一起上，干他！乌巢，我的意思是1对1，群殴不讲武德啊！快住手，不要伤害虾仁大王。海湾女王的话终究还是迟了，此时一群野人大汉行冲了过来。嚣张的男人，只我一棒！竟敢和我们抢夺女王的森瓦权，受死吧！我和你们拼了！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面对10几个人的围攻，虾仁被揍得鼻青脸肿，而此时虾仁部落的小弟也反应过来了，竟敢伤害我们老大，吃我一枪！只见刚才打虾仁打得最狠的那个猛男，肩膀竟被一根木枪所贯穿。虾仁大王，这是你的人干的？是我干的，怎么样？你们敢对我们老大下重手？我没瞄准他的头就已经很仁慈了。虾仁，你的小弟居然杀死了我部落的手下，本来我只是打算来吓唬你一下，但现在这事情没完了。在众人眼中，身体都被刺穿的人必然是活不下去了，然而虾仁却不这么认为。都别冲动，别担心，他死不了，我可以救他。你真的可以救叉叉啊？这货的名字叫叉叉。虾仁收回想笑的心思，从系统商城中拿出一份止血膏，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来谈条件。救他的把握还是很大的，不过我的药很珍贵，只能用来救自己人。你要想保他一命的话，最好臣服于我，让海湾氏族加入我的部落。我不会同意的。哟呵，那就让叉叉小兄弟疼到死喽。海湾女王陷入了纠结。我这个部落将来会很庞大，会有许多个氏族共同存在。你们加入之后，海湾氏族依旧是海湾氏族，你也依然是氏族的首领。
听了虾人的话，海湾女王开始有点异动。这样看来，我好像没什么损失，还能得到虾人大王的许多神奇发明，甚至是他的肉体。那我答应了，你快救他。虾人闻言不再犹豫，先是让众人拔出叉叉体内的木枪，露出一个手腕粗的血洞，然后对着伤口处涂抹止血膏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众人只见伤口居然肉眼可见的快速生长，10分钟不到，表面就已经完全修复。虾人大王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你们加入了我的部落，我也算是救自己人。好吧，你确实很了不起，有资格成为比我更大的首领。海湾女王终究还是低下了头颅，承认了虾人的地位。虾人大王，你身上的伤没事吧？刚才光顾着救治伤员，虾人这才注意到自己身上的伤。太疼了，你们下手也太这么狠了，我这一身淤青，没几个月休息是好不了了。虾人大王，我为你揉一揉吧，受伤的地方会好得快一点。不用了，我们的老大，我们自己揉。这哪里是疗伤，这两人分明是看我英俊健壮，肤白毛少，想趁机吃我豆腐。几日过后，海湾女王也遵守约定，将氏族的成员全都搬到了虾人部落里。丁，你已成功建立新手部落，并将人口扩充至50人以上，完成了主线任务定居，奖励属性点乘3，大型物资宝箱乘1，传承刻板乘1。由于你提前12天超前完成任务，额外奖励一份惊喜大礼包，请选择属性点的分配方向。乌巢，太爽了！一连串的系统提示让虾人整个人都亢奋了起来。系统传承刻板的作用是什么？请主人查阅。我现在还有27科技点，先消耗10科技点鉴定一下看看。丁，鉴定成功，恭喜获得之一的传承刻板。虽然没获得我最想要的耕种技术，不过能让这群原始人有衣服穿，遮住身体，防风避日，对于大家的生活质量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改善。接着虾人又打开了大型物资宝箱和惊喜大礼包，分别获得了1吨铁和12盒金疮药。铁对我目前来说没有用，金疮药能治疗跌打损伤，正好我止血膏快用完了。接着虾人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，毫不犹豫选择直接加点在力量上。好大的力量，我简直无敌了！然而虾人还没笑完，海湾氏族的人群中突然走出来一个壮汉。我是海湾氏族的最强者黑石，你这个部落大首领，我不服，我要挑战你。本前这个又矮又丑的虾人竟穿越到了999万年前，还成了野人部落的老大。可他明明教会了这群野人如何生活，还在部落修建了10几座精美的房屋，却依旧有小弟瞧不起他。此刻一名身材高大的壮汉从部落走了出来。我是部落实力最强者黑石，你这个部落大首领的位置，我不服，我要挑战你。黑石，你给我退下！虾人大首领的智慧超过我们所有人，你不能对他无礼。走开，你这个弱小的女人！以前我是让着你才让你当首领，现在你臣服于别人，我不会再继续容忍了。我才是大首领的最佳人选。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？我接受你的挑战。现在就动手吧！老大不要啊，黑石脑袋不太好使，搞不好会把你一拳打死的。对于海湾女王的担心，虾人却不以为然。刚刚我将力量属性点加到6，也就是说蛮力达到了普通现代人的6倍，我就不信打不过他。来，我要打爆你的头！就这么？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比我更强大。黑石满脸不可置信，他想抽回右拳再度发起攻击，然而他却发现根本抽不回自己的拳头。现在你能看清我们的差距了吗？这不可能！黑石仿佛受到了天大的打击般，竟直接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我哭了，老大太猛了，我一定要当老大的第一个女人。你今天挑衅我的事情，我就不和你计较了。以后你就和大家一样，一起在部落里生活，该打猎打猎，该种田种田，有什么苦活累活，自觉的多干一些就行。这一战让众人看清了虾人的实力，再也没人敢质疑他的权威了。然而对虾人来说，自己的威胁从来不是这群野人。我的实力虽然不弱，可面对先前出现的剑齿虎，还有传说中的恐龙，也只有逃跑的份。转眼几日过去，小弟们都已经住进了虾人安排的木屋内，众人感到十分新奇。
而虾仁为了让众人过上农耕社会，这几天忙活着建造各种农耕器具，比如铲子、锄头等物品，科技点也从17点暴增到了62点。工具都已经被我造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就差作物的种子了，看来还得出去寻找一趟。4日清晨，虾仁带着阿棍和黑石出去寻找适合种植的作物。至于为什么带黑石出去，实在是因为这货上次被打击的一蹶不振，整日哭丧着脸，所以便把他带出来散散心。毕竟黑石是部落里力气最大的工具人，闷坏了可不好。然而虾仁将部落附近全都探查了一遍，并没有找到适合种植的种子，于是虾仁便冒险前往森林更深处找寻。这些鸟在吃什么？难道是谷物？虾仁连忙来到这些植物跟前，一行信息同时显现了出来。天哪，居然是黄米！这可是江山社稷里的稷，也是古代中国人最主要的食物之一。发达了，发达了！只要把黄米种子带回去，好好教原始人耕种，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建立起农耕文化了。丁，触发支线任务，批量种植1种以上的谷物，且成功收获。任务时限180天，任务奖励传承刻板乘2。这个奖励还挺丰富的，而且任务时间180天也足够作物成熟了。老大，这玩意是什么？能吃吗？当然能吃，你可以吃一个尝尝。呸，难吃死了，比酸果还难吃。生吃当然难吃了，但是等它成熟以后，去了骨壳，煮成熟饭，你可不要吃了一碗还嫌不够。这玩意还能煮熟，火烧一下不就没了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只要用合适的厨具烧它，便能做出美味的米饭出来。就在虾仁想要带着种子回去时，身后的灌木丛忽然传出窸窸窣窣声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虾仁定睛一看，只见地上躺着一具头部像狗、身体像狼的肉食动物。群居动物，小心，它有同伴。虾仁此话刚出，远处草丛中竟出现了数十只黄豺。老大，怎么办？野兽有点多啊。没得选了，只能把它们干掉。面对黄豺们的围攻，虾仁等人也不是吃素的，立刻展开了迅猛的回击。一轮攻击过后，黄豺死伤6、7只，折损近半，而阿棍的小腿也被咬伤。又是一轮碰撞，黄豺再次死伤数位成员，阿棍新添2处伤口，黑石的手臂也被咬伤。你们还好吧？我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我有点疼啊，老大，你还有那个绿绿的药吗？我可能需要一点。止血膏是救命用的，我只有1份了。你这个皮外伤，最多给你上点金疮药。金疮药是什么？喂，老大他们要跑了。别让他们跑掉了，斩草除根。虾仁等人连忙追上前去，在干掉5只黄豺之后，最终还是逃掉了2只。可当虾仁返回刚刚发现黄米的地方时，居然在一处灌木丛看见了一个野兽巢穴。只见巢穴之中，几只还没睁眼的小黄豺正在安睡。丁，发现幼年黄豺，触发支线任务驯化野兽，驯化黄豺，使其成为猎犬，奖励小型物资宝箱乘1，狩猎武器乘1。乌巢，黄豺居然是狗的祖先。先不管了，只要完成任务就能获得一个狩猎武器，搞不好能直接给现代猎枪的。你们2人将这几个豺宝宝带着回去，给他们好好喂养。老大，我们又要养野兽了吗？小野猪吃草跟树皮还好，这些黄豺长大了都要吃肉的，我们哪来那么多食物喂它们？养猪是纯粹为了吃猪肉，养豺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要是驯化顺利的话，野豺成了猎犬，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猎物、追击猎物，收益可比付出要大得多。3人带着此行的战利品踏上归程，然而还没走多远，虾仁就听到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叫。有野兽，大首领小心！阿棍，保护好幼崽，后退！好大的力气！定睛一看，这头忽然发起袭击的野兽，居然是一头近4米高的棕熊。不好，是吃人熊！老大，你快跑，我们为你垫后。阿棍，你腿上有伤，要是让你垫后，必死无疑。你们先跑，我来拖住熊瞎子。老大，这不行，太危险了！少废话，赶紧给我走！这货力量最少有20，绝不是我能力敌的，必须要跑。老大，吃人熊追你去了，你要小心啊，千万别死，死也要把斧头留下啊！小棍子，我要是能活着回去，一定要把你吊在树上打个3天3夜。就在虾仁全速躲避棕熊时，却发现另一道斧声骤然响起，紧接着虾仁面前出现了一只剑齿虎。
老天爷，你特么玩我呢！前有猛虎，后有棕熊，两者对着对方互相嘶吼，仿佛在说这只猎物是我的。而虾仁被围在中间，瑟瑟发抖。怎么办？粉丝爹们告诉我，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在线等挺急的。而此时两头猛兽似乎是失去了耐心，竟同时朝着虾仁冲了过来。完了完了，谁来救救我啊！丁，检测到主人遇到极度困境，自动开启极限逃生模式，暂时获得10点敏捷属性，并将力量属性转化为体能，持续600秒。状态结束后，永久扣除宿主3项属性各33%。系统提示一出现，虾仁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轻飘飘的，脚下一动就跳出了2只猛兽的包围圈。这速度无敌了，就是要扣我属性点，太坑了。然而那剑齿虎依旧朝着虾仁冲过来，虾仁只好撒开脚丫子死命狂奔，可那剑齿虎也在穷追不舍。恰在此时，虾仁面前出现了一座大山，他毫不犹豫便爬上了山崖，然后再快速地爬上了山，终于是躲避了剑齿虎的追捕，终于是安全了。虾仁心中长舒一口气，可却在脚边看见了一个巨大的脚印。这像是人类的脚印，可为何如此巨大？肯定是我看错了，自己吓自己。然而当虾仁抬头看去时，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生物。丁，恭喜主人发现未知生物巨人，奖励属性点乘1，触发连环任务第2环内容，向巨人发起1次攻击，奖励属性点乘10。不吵，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巨人啊？他身高6.1米，他身高1.6米，二人四目相对。尽管知道自己只是巨人的食谱，虾仁却没有丝毫后退。为了10点属性点，我拼了！这难道也行？只要能摸到它一下，就算是攻击，系统任务就完成了。虾仁再次冲了过去，却在他跟前停了下来。你来打我啊！好机会！虾仁趁机拿起开山斧一顿输出，随后赶紧头也不回溜到远处。丁，你成功攻击到巨人，完成连环任务巨人的第2环，获得10点新的属性点，自动接受巨人任务第3环，独自击杀一个成年巨人，奖励属性点乘100。我操，100点属性点，这个奖励也太恐怖了吧！不过现在想要完成任务还不太现实。此刻趁着极限逃生状态的 buff 还在，虾仁一口气从山顶跑回了部落。回来了，真不容易啊！去看看阿棍他们有没有安全回来。然而刚一靠近部落，虾仁就听到一阵哭泣声。老大死的可惨了，为了让我们活着回来，老大被吃人熊吃得干干净净，连斧头都没有留下，我们一定要为老大报仇啊！我不就是引开了棕熊吗？阿棍居然就说我挂了，这小子一定是想造反篡位。阿棍，你个铁憨憨，在背后咒我呢！虾仁大吼一声，大踏步冲向人群，准备把阿棍吊起来打一顿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丁，极限逃生状态已清除，扣除宿主全属性的33%，体能减1，力量减2，敏捷减21。大首领，老大你居然还没死啊！我好得很，死不了。大首领，你为了救黑石和阿棍，被吃人熊伤得那么重，我们却一点忙也帮不上。老大，人家还没跟你生孩子呢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们误会了，我全身没有一处受伤，精力充沛，吃嘛嘛香。臭小子，下次再乱说话，小心我揍你！柴宝宝呢？别跟我说你丢掉了。老大放心，柴宝宝都放在家里呢，而且就在我们回去时，那只柴妈妈和大公柴也跟过来了，然后被我一拳打晕，顺便全都拖回来了。系统让我驯服黄柴成为猎犬，但没有要求黄柴的年龄，那成年的岂不是也可以？哟呵，这次做得不错，算是将功补过，我就先不把你吊起来抽了。虾仁来到放置黄柴的草铺前，2大4小的黄柴都睡得安详。来人，拿2条草绳来，把2头成年黄柴脖子套上，绑在屋子外面，然后再弄个巢穴，给他们和崽子们居住。接着虾仁来到一处无人角落，打开了属性面板。还有10点未分配属性，该怎么分配呢？经过今天的事，虾仁意识到了敏捷的重要性，先给敏捷加4点。丁，宿主敏捷属性达到5点，抵达临界值，下一次增加敏捷需要消耗2倍属性点。乌巢，好坑啊！看来想要一波就提高到非人类水平，还是有点困难。接着虾仁把剩下的加点全加在力量上，刚好到了10点，而这次力量也出现了临界值，10点力量就是现代成年男人的10倍蛮力。保守估计，我现在拳头的爆发力最少有1吨以上，不过我的体能只有2，要是全力出手的话，怕是打不了1分钟就要力竭了。接下来要是获得属性点的话，就全加体能。
转眼几日过去，虾仁这段时间内为部落做了不少事情。先是将先前带回来的黄米播种在土地上，定时让小弟们去浇水。随后又制作出各种小发明，不断完善着部落的设施，科技点也终于是达到了100点。丁，由于宿主科技点已达到100点，科技商城功能开启。科技商城拥有大量实用性工具，可以消耗科技点进行兑换。随后虾仁就觉得眼前一花，一个半透明的商城界面浮现在了他的眼前。商城之中出现了一排道具图标，都是他目前可兑换的。一共有8样道具是可选内容，另外还有2个灰色的图标，暂时不可兑换。我这个飞球终于不用再抽卡了，终于可以主动获取想要的道具了。在这些道具中，虾仁目前最需要的就是铁锅，给我兑换一个大铁锅。丁，兑换成功。瞬间，虾仁的手中多了个崭新的大铁锅。有了这玩意，爷的初级食谱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虾仁立刻马不停蹄来到海边，一口气抓了许多小海鲜。回到部落后，他先是用大铁锅盛了点海水，让花蛤、蛏子等海贝吐掉肚子里的脏东西，然后便生火开始煮海鲜大餐。大首领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？众人也同样不解，他们吃过最好吃的食物，也不过是火烤的肉，对煮这个概念是完全无法理解的。水是用来灭火的，为什么把水放在火上面？阿棍你个憨憨，这玩意叫锅，以后就是咱部落的镇部之宝了。你先看着，过一会儿就会知道我在干什么了，可别馋得流口水。贝类海鲜有个好处，就是不需要调料，只要下水去煮，放一点盐，就能煮出非常鲜美的味道。今天这一锅海鲜虽说比不上现代大厨做的海鲜宴，但是对于原始人而言，绝对是一种超级新奇的体验。虾仁估摸着一锅海鲜不够那么多人吃，又动起手来，架了一堆篝火，把牛肉也烤上20斤。不一会儿，大铁锅里传出一阵咕噜咕噜的水泡声，花蛤、文蛤之类的贝壳纷纷张开自己的外壳，表示自己已经被煮熟了。一股清新诱人的海鲜汤羹气味飘满整个部落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天哪，好香啊！老大，快给我吃一口吧！这是汤，靠手是吃不了的。先前我发明的木碗，你们都回去拿过来。这个老六只是在海边捉了些海鲜，就让平日里如毛饮血大口吃生肉的野人们，此刻竟人手拿着一个木碗，排着队来到虾仁面前。只见虾仁手上拿着一个汤勺，正在一个大铁锅中不断搅拌，锅里煮着各种海鲜。老大，水是灭火的，为什么要把水放在火上面？因为水都放在锅里了。老大，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就是锅吗？以前从来没见过啊。接着虾仁又在海鲜汤里撒了适量的食盐。海鲜汤只需要用盐进行简单调味，就能煮出非常鲜美的味道。大家不要抢，有序排队，一人一碗，别用手抓，用勺子。一锅海鲜汤很快就见了底。众人在喝到海鲜汤的第一口后，竟纷纷露出陶醉的神情。妈呀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！原来贝壳是可以吃的，我们以前浪费了好多。丁，你用水煮食物，发明了新的烹饪技术，科技点加10。我现在的科技点还剩下80，要不要花50科技点兑换调料套装呢？但是这价格又有些心疼。正当虾仁陷入纠结时，部落附近的林子里突然传来了一阵野兽的低吼，而且声音越来越近。有大型野兽，该不会是被我这海鲜汤吸引过来的吧？为了防止野兽伤害部落里的老弱，虾仁决定带着几名小弟前去林子里看一下。野兽就快要过来了，大家先找地方隐蔽，看看情况再说。众人四散开来，就近找了些大树，爬到树干之中隐藏起来。没过多久，一道庞大的身躯跌跌撞撞跑了过来。哟呵！好家伙，这不是先前追杀我的棕熊啊，他居然受伤了，难道是那头剑齿虎干的？受伤的棕熊慌不择路，到处乱撞，恰好跑向了虾仁藏身的位置。这臭熊跟我有仇是不是？这都能撞到我这边来？上次被这货一巴掌拍飞的事情，我可还记着呢，要不要趁现在干掉他？然而虾仁这想法刚冒出来，就被另一个声音打断了。快追，别让他跑掉！紧接着就是一群体格健壮的原始人冲了出来。我操！原始人捕杀棕熊，疯了吧？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居然比我这个挂笔还猛！快，他在那儿！追上去，他吃了混进了小白花的兔子肉，撑不了多久的。吃了小白花撑不了多久，意思是棕熊是吃了某种花朵才会变得这么狼狈的。虾仁心中不解，决定继续观望下去。大家小心，此刻他还有战斗力，我们不要靠太近，等他倒下了再砸破他的脑壳。几分钟后，棕熊的气息已经衰弱到极点，无力地趴在了地上。就是现在，大家一起上！
丁，触发支线任务，救助濒死的棕熊，奖励属性点乘2，熊族的好感。救助，这破熊的死活，我才不愿管呢。虾仁刚准备拒绝，然而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。警告，此任务为一次性稀有任务，具有唯一性，拒绝之后将永远不会再触发。唯一性的稀有任务，系统既然能给出这样的提示，显然说明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。没办法，系统给的太多，只能出手了。趁着他动不了，赶紧打死他！都给我住手！请注意，目标棕熊已经中了白色曼陀罗剧毒，请在10分钟之内为其缓解毒性，否则将会导致救助失败。系统一连串的提示让虾仁更加意识到任务的重要性。这头熊我看上了，你们哪来的回哪去！我操！大首领今天这是什么情况？居然这么霸道！走，我们一起上，免得老大一个人对付不过来。哼，不知死活，竟敢在巨石氏族面前抢夺猎物，我看你是不要命了。居然是巨石氏族，缘分呐！巨石氏族虾仁早就听说了，整个部落有100多号人，个个战斗力惊人，平日里经常抢夺其他氏族的食物。哼，时间有限，我就快速解决掉了。虾仁对着人群一通乱走，一下子就打倒了5人。大哥，这个太厉害了，我们一起上！战五渣别送了，浪费我的时间。虾仁调动起高达10点的力量，直扑而上，伴随着一阵砰砰砰的声响，这群巨石氏族的人全都倒地不起，而虾仁则看都不看一眼，快速跑到棕熊面前。此刻棕熊已经陷入了昏迷。毒素已经侵入了他的全身，这我怎么救啊？时间1分1秒过去，虾仁也在焦急地思考着怎么办？棕熊吃下毒物应该很久了，毒素已经被肠胃消化吸收，融入了血液之中，光是催吐肯定已经不行了，必须想办法稀释棕熊血液之中的毒素，要不放血试试。想到这，虾仁便不再犹豫。阿棍、黑石，你们过来帮忙。老大，是让我们把这头熊扛回去当食物吗？你们2个人撑开棕熊的嘴，一个人伸手进去挠他的喉咙，想办法让他吐出肚子里的东西。老大，这么做是干什么？是让熊吐出脏东西，方便宰杀吗？让你们做你们就做，别把熊给我弄死了就行。说话时，虾仁也没闲着，从腰间掏出铁斧头，对着大棕熊的熊掌直接切了下去，熊血立刻就不断往外冒。我操！老大，你到底是要干什么？我要救这头熊，你们赶紧按照我吩咐的去做就是。然而无论阿棍他们怎么使劲，这头棕熊就是不肯吐出来。眼看棕熊气息越来越弱，虾仁只好拿起斧子，对着熊的另一只手切了过去。大首领跟这头熊什么仇什么怨啊？嘴上说着要救熊，一下手却是要熊老命的招式。与此同时，被虾仁打晕的巨石氏族的人也纷纷醒来。你们是哪个氏族的人？竟敢和我们巨石氏族抢夺猎物，还当着我们的面宰杀猎物？我们是虾仁部落的，这头熊对我有用，我要了。哼，你知不知道和我们巨石氏族抢夺猎物会是什么后果？什么后果？我们会把你们氏族的人全部杀死，捉起来当食物。聒噪！你们回去吧，我不想屠杀同类，趁我还没有被激怒，赶紧从我面前消失。今天就先放过你们，下次我们巨石大王一定会将你们全部杀死。巨石族人走后，虾仁立刻查看起棕熊的状况，此时他的血液已经流失一半了，他只好拿出止血膏止住伤口。熊啊，巨石氏族，我为你惹了，昂贵的止血膏我也给你用了，你可得活下来，给我当牛做马啊！丁，棕熊体内毒素排出40%，暂时脱离危险，警戒解除。太好了，不过现在任务还没有完成，看来得棕熊完全恢复才可以。出于无奈，虾仁只好让小弟们先回去，自己一个人守在棕熊旁边，整整过了一夜。这期间，虾仁猎杀了好几只被血腥味吸引的野兽，准备给棕熊补补。到了清晨时，棕熊总算是醒了，不过还十分虚弱，看着眼前的食物，毫不犹豫大口吃了起来。丁，目标棕熊已经脱离危险，救助任务完成。你获得了2点属性点，请选择分配方向。你获得了熊族的好感，总算是完成了。我都已经围了一晚上的蚊子了。虾仁将属性点全加在体能上，目前已经有了4点体能，然后对着刚刚进食完毕的棕熊说道：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接下来能不能活下去就看你自己了，别回去了。就在虾仁正准备往部落走时，棕熊居然直接朝着虾仁冲了过来。你不会恩将仇报吧？只见棕熊来到虾仁面前停下，然后竟朝着虾仁低下了头颅。虾仁以为他是来报恩的，便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，可谁知他却快速摇了摇头，并且将身体也扶得更低。看来你不是想让我摸头，难道是想让我骑上去？棕熊似乎是听懂了虾仁的话，用力的点了点头。
难不成是因为系统的好感度奖励，让这只熊认我做了大哥？想到这，虾仁便直接骑了上去。毕竟谁不想有个棕熊小弟当坐骑？可谁知刚一骑上去，棕熊竟发了疯一般朝着森林深处而去。吴吵，快停下来！你这是在干嘛？男人在原始森林中明明拥有一头高大威猛的棕熊当坐骑，可他非但不高兴，甚至要哭着找妈妈，只因这是一头喜欢飙车并且无法控制的熊。当虾仁坐上去的那一瞬间，棕熊便发了疯似的往森林深处狂奔。部落的方向不是这里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然而无论虾仁怎么叫喊，棕熊依旧面无表情奔跑。你这头忘恩负义的臭熊，枉我救你的命，你不感谢我就算了，居然还想吃我！虾仁此刻已经认定这只熊是怕小弟们为他报仇，所以要将他带到远一点的地方吃掉。周围的情景不停往后飞掠，已经跑出了不知道多远。这只熊都跑了这么久了，想要吃我早就能停下来了，可它为什么还在往一个方向跑？难道是要带我去什么奇怪的地方？不知过了多久，棕熊终于在一座土山面前停了下来。你带我去这里做什么？棕熊没理会虾仁，而是对着土山吼了一嗓子。只见山体中间的洞口伸出了一个小脑袋。小熊看见妈妈来了，立刻屁颠屁颠跑到了棕熊身边，而棕熊则是对着小熊不停逼吼，似乎是在传达什么信息。不一会儿，小熊看向虾仁的目光就不一样了。我操！你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我居然被一头熊强吻了！在一阵亲热过后，虾仁的系统提示突然响起。丁，两只熊对你的好感度爆表，主动申请加入你的部落，是否同意？我同意。丁，接受成功，两只小熊已经加入部落，人口加20。我操！一只熊的人口抵得上10个人，也是，如果按照饭量来说，那没问题。我给你们取个名字吧，你块头比较大，所以以后你就叫熊大吧。你块头比较小，就叫熊二吧。两只熊似乎对名字都很满意，激动的不停上蹿下跳。老大，你怎么把这头猛兽带回部落了？还有一个小猛兽。这两个家伙已经被我收服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以后会和黄柴一样，跟我们待在一起。怪不得老大自己不驯黄柴，原来他的目标是这样的巨兽。这头熊如此巨大，会不会伤害我们呢？这些人都是我的同伴，你无论如何都不能伤害他们。如果有敌人出现，还要保护他们，明不明白？虾仁看着熊大一脸懵的模样，估计是听不懂。你们去拿点牛肉过来，每人拿1小块，挨个过来给熊大头吃。喂熊吃肉，老大你是认真的吗？众人依旧对这个大块头十分害怕，直到虾仁再三保证不会有问题后，才有几个男人率先尝试着。众人挨个上前投喂，棕熊连动都不用动，只要张开嘴就能享用到美味的熟牛肉。这等新奇又舒适的体验，让他高兴地眯起了熊眼睛，不时用大脑袋蹭一蹭站在旁边的虾仁，表示感谢。有人带头之后，其他人渐渐的也受到了鼓舞，看着熊大趴在地上乖乖吃东西的呆萌模样，不再那么害怕了。直到部落所有人都投喂过一次后，虾仁才安心了下来。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，我也得补充睡眠了。老大，你不会真的把这个大家伙收来当伙伴了吧？他那么大，一天得吃多少？我们部落的食物好像不够了啊！哟呵，没事，他本身有很强的捕猎能力，平时就让他自己出去搞吃的。可是不用担心，这家伙用处还是蛮大的。我们要是和巨石氏族起了冲突，他可是个战斗的主力成员。虾仁提到冲突这个话题，引起了海湾女王等人的注意。大首领，你之前不是说巨石氏族很强大，不想和他们起冲突吗？巨石氏族的人正在猎杀这头棕熊时，我恰好从他们手中救下了他，还不小心失手打死了一位巨石氏族成员，所以便结下了梁子。提到巨石氏族，一旁的熊大顿时一阵怒吼，显然是对这群人恨之入骨。你们这阵子多打磨一些武器，尤其是远程攻击的武器，像木枪、弓箭这些，一旦冲突转化成战争，这些武器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大大减少我们的伤亡。正当虾仁谋划着如何抵御巨石氏族的进攻时，部落外却突然来了一大波人，其中大多数都受了伤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下来了这么多人？老大，这些人是耶林氏族的。耶林氏族，这可是我一直想要吞并的氏族，怎么现在他们找上门来了？走，去看看。虾仁大王在哪？我要见虾仁大王。你们到底怎么了？虾仁大王，我们遇到了巨石氏族的袭击，死了好多兄弟。我家大王和10几个勇猛的兄弟都被抓了起来，说是要么加入他们，要么就被杀死吃掉。我带着部落的残余人员逃了出来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知道原因吗？可能是为了抢夺我们新发现的狩猎区，那里有着大量的野兔子。原来如此，那你们过来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希望虾仁大王能出手，帮我们把耶林大王救出来。哟呵，
巨石氏族可不好对付，我不会为了外人冒这个风险。我们虾人部落的人只帮自己人。虾人可不是什么烂好人，为了这群人去冒险不值得。然而他刚准备下逐客令，却见这群人竟纷纷跪在地上。我们愿意加入虾人部落，以后我们会听从你的调遣，希望你能够保护我们大家。我操！起来吧，既然你们已经加入我的部落，那就都是自己人了。丁，恭喜部落总人口数达到100人，奖励小型物资宝箱成1。虾人大王，我知道我们的人会成为你们的负担，但请求你不要赶走我们的老弱妇孺。他们捕猎的能力是不强，但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。我们以后一定会勤奋狩猎，每天都不休息，为部落争取到更多的食物。在我这里，捕猎能力并不是评定一个人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准。很多身体虚弱的女人乃至小孩都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，而为部落创造出价值的人，可以在食物的基础上得到更多的物资奖赏，这是对于劳动者的酬劳。部落现在还在起步阶段，你们的加入可以带来许多的价值，所以不必有什么自卑的心理。你们和其他人一样，都是部落的一份子。耶林氏族众人本来还担心自己一方战斗力低下，会被排斥，听了虾人的一番话后，他们顿时安心了许多。嘿嘿，你们连夜赶路到现在，恐怕都饿了吧？正好我也饿了，待会一起去做一顿大餐。哦，听到大餐2字，耶林氏族不少人都吞了下口水，他们可是尝过盐滋味的美妙。阿棍，你去给我把牛肉切100斤搬过来，待会做烤肉大餐。老大，我现在在遛狗，有点忙离不开。让你去就去。接着虾人又怕这些牛肉不够吃，决定再去海里捉一些海鲜过来。熊大，你饭量太大了，你得过来帮我抓鱼。虾人拖着熊大来到距离部落最近的海滩区域，经过2天的海鲜捕捞，沙滩上的贝类、螃蟹生物已经减少了一部分。改天发明个钓竿，不知道能给多少科技点。虾人很快就将附近的贝类生物捡完了，于是便带着熊大下到海里，往着深水区域游过去。熊大，发挥你的实力，给我潜下去抓鱼去。熊大听懂了虾人的命令，只见他每次下潜几10秒，再上来时嘴里都能叼着一条鱼。虾人再将这些鱼扔到河滩上。熊大，干得不错，回去奖励你喝鱼汤。然而就在2人正开开心心摸着鱼时，却没发现一道黑影从远海的方向靠近，飞快朝着2人的方向冲了过来。老六带着熊大第一次下海抓鱼，居然遇上了凶猛的大鲨鱼。鲨鱼从远处疾驰而来，一口咬在了熊大身上。大傻熊，你叫什么？我操！有鲨鱼！熊大愤怒的不停拍打着鲨鱼身躯，可鲨鱼依旧死咬着不放手。敢欺负我1号宠物，看拳！8级崩！一人一熊联手合击，全部照着鲨鱼脑袋招呼。鲨鱼吃痛的放开了熊大，朝着周围来回游荡，试图甩开身上的虾人。可无论怎么游，虾人就是纹丝不动。破鲨鱼居然想吃我的宠物，看我怎么把你打死，然后炖了给熊大煲汤的。2分半过后，鲨鱼终于是招架不住，上天了。虾人拖着鲨鱼上岸后，立刻查看起熊大的伤势。还好没有伤到骨头，系统兑换1份止血膏。虾人将止血膏贴在熊大伤口后，熊大很快就恢复了健康。接下来就是这份鲨鱼肉了，整个搬回去不太现实，只能切下一部分带回去了。虾人取出开山斧，3下5除2砍下一大块鲨鱼肉和鱼鳍，让熊大抱着，自己则带着一些贝类海鲜，大摇大摆回到部落之中。此时的部落众人正在烤牛肉，看着虾人带着一大块肉回来，有些好奇。大首领，你们带什么东西回来了？这个是新品种食物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，先试试吧。虾人让人把鲨鱼肉洗了，用斧头切成小块，准备下锅。对了，我还有个小型物资宝箱没开呢，系统打开物资宝箱。丁，你从小型物资宝箱之中获得了味极鲜1瓶，中大奖了！酱油可是调料之王啊，论地位仅次于油和盐。有了这个，我可以试着做一下红烧鲨鱼肉。虽然没有办法像现代一样烹饪，不过幸运的是，姜葱蒜3巨头里的生姜，部落里刚好是有的。虾人将生姜洗净切片，下锅用牛油煎出香味，然后把切好的大块鲨鱼肉放进去，把表面煎至金黄，再倒入味极鲜和少量水，盖上不是很专业的木质锅盖，大火焖至15分钟。很快，一股前所未有的香气就让部落里的几10个原始人馋得口水直流。哦，天哪，好香！太香了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小弟我馋哭了。上百号人围在虾人这个炉灶周围，场面颇为壮观。就连熊大虽然在海里吃了好多鱼，但是闻到这个陌生的气味，也是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，不停舔着舌头。别急别急，马上就好。虾人也同样馋得要命，但是为了保证美食的味道，还是耐着性子等够了时间。直到锅里的汤汁收进鲨鱼肉之中，发出了滋滋声响后，虾人才将锅盖打开，瞬间一股白气飘散而出，化作浓郁的香味，弥漫在整个吃饭区。
太香了！老大，我想吃，我想吃！众人七嘴八舌，恨不得挤上来直接从锅里捞。都不许争，这可是限量版秘制酱油炖鲨鱼，全世界仅此一份，只有你们大首领我才有资格享用。虾仁拿出筷子，夹起一块色泽红润的鲨鱼肉，经过牛油的煎制，鲨鱼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只见虾仁吹了吹鱼肉降温，然后一口吃进嘴里。怎么样？老大，好不好吃啊？有股子尿骚味，好难吃，浪费酱油了啊！此言一出，众人纷纷露出不可置信之色。老大，你骗人！这么香的食物怎么可能会难吃呢？我不信，我要尝尝。阿棍也不怕烫，直接伸手从锅里捞了一块鱼肉，塞进嘴里。虽然有点怪味，但是吃起来还是很好吃的呀。老大，我们这么信任你，你居然骗我们！太过分了，我也要吃！一群人毫无形象地扑了上来，很快就将锅里的鲨鱼肉抢夺一空。虾仁抱着自己的味极鲜，在一旁瑟瑟发抖。没见过世面的家伙真是可怕，居然连那种怪味都能忍受，还说很好吃。此时的熊大趴在灶台边上，看着空荡荡的锅，有点小委屈。熊大，难吃的都给他们吃了，一会儿我分点极品美味给你。虾仁拿出先前保存好的鲨鱼翅膀，再次烧了一锅美味的红烧鱼翅，鱼翅味道鲜嫩可口，也没有那种难闻的气味。虾仁和熊大两人很快吃了个精光，吃饱喝足后，虾仁目光眺望远方，开始为遥远的将来制定攻略方案。等我把岛上的原始人都征服，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文明国度之后，就造几条大船，开始探索大海之外的世界，捞鱼捕虾，征服其他陆地上的原始人。嘿嘿，想想还挺好玩。次日清晨，小弟们照例外出狩猎，可这一次意外发生了。大王，不好了，小万姐掉进坑里了。什么坑这么严重，居然让你急匆匆的跑回来？是一个黑漆漆的坑，很深很深。小万姐姐受伤好像很严重，自己爬不出来。大王，你快去救救她吧。很深的坑，难道是捕猎用的地洞陷阱？在什么地方摔的？你给我指方向，我们立刻过去救小湾。海湾女王是生产队的队长，领导能力十分出众，对部落来说非常重要。熊大，过来当苦力。虾仁毫不犹豫骑在熊大身上，妹子虽然有些害怕熊大，不过还是老老实实骑了上去。在这个方向往前走，穿过那片林子，再爬过一座山，就能看见了。出发！全速赶路10分钟后，虾仁终于是来到了指定位置。只见地洞隐藏在厚厚的藤蔓中间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虾仁扒开藤蔓，朝着洞口看去。奇怪的是，尽管现在是大白天，光线充足，可洞里面依旧是黑漆漆一片，只能勉强看到海湾女王的身影。这洞可真邪门，居然黑成这样！大王，我的腿好像摔断了，没有办法上去。尽管海湾女王已经被摔成了重伤，此时也依然很冷静。别怕，我会救你上来的。虾仁立刻扔下绳索，将海湾女王拽了上来。只见她双腿在不停淌血，应该是被一些东西划伤导致的。但奇怪的是，她浑身都是黑乎乎的，就像是掉进了灰烬堆里一样。我看看你的伤。虾仁本想着先兑换一份止血膏止血，结果却发现她腿部划伤的那些伤口周围沾染了不少黑色的粉尘，必须先进行清洗才行。这地洞里怎么会有那么多黑色的灰烬？虾仁有些纳闷，好在附近不远处就有水源可以清洗。虾仁抱起海湾女王，朝着旁边的溪水走去，可这时却发现一股刺鼻的味道从她的体表发出。我记得你身上从来没什么怪味的，现在这是什么味道？我也不知道，洞里面就有这种难闻的味道，好像是我身上这些黑灰的味道。虾仁摸了摸海湾女王身上的灰烬，再结合这一系列现象，心中出现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：这些脏东西难道不是灰烬，而是煤？原始部落最漂亮的女人只是不小心掉进了坑里，出来时浑身就沾满了洗不掉的黑色粉末。可身为酋长的虾仁非但没有难受，反而激动的整个人手舞足蹈。只因女人身上的黑色粉末不仅极难清洗，还散发着刺鼻的气味，这让虾仁立刻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：难道这些脏东西不是灰烬，而是煤？大王，煤是什么东西？煤是一种可以烧的燃料，有了它，我们部落就能快速发展。想到这里，虾仁让小弟赶快回部落拿铲子，准备进洞探查一番。在此期间，虾仁在系统商城兑换了一个止血膏，贴在了小湾腿部流血的地方。大王的药好神奇，我感觉最先涂到的地方已经不那么疼了。这药对外伤有奇效，不过你摔伤的筋骨恐怕就有点难办了。我先帮你看看有没有骨折，如果没有的话还好，若是有的话……后面的话虾仁没有说下去。骨折对于原始人而言是一种极其难治的伤，一旦发生，有很大概率会导致下半辈子瘫痪。我知道了，大王，要是严重的话，一定不拖累你。虾仁将小湾轻轻放倒在地上，而后一个关节一个关节的给他检查起来。
脚踝疼不疼？一点点疼。膝盖怎么样？大王轻点，这里好疼。膝盖凸起肿胀，应该是脱臼了，你忍一下，我给你按回去。这里怎么样？那这里呢？不料虾仁给小湾仔细治疗的过程，竟让远处的部落成员想歪了。哼，大王这是在给小湾解治伤吗？这个伤怎么还磨磨搓搓起来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看大王认真的样子，应该没别的意思吧？可是大王摸的地方是……半个小时之后，虾仁总算给小湾检查完了。嘿嘿，还好你没有出现骨折，后面只要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谢谢大王。安顿好小湾后，虾仁带着几个小弟来到了坑洞外。你们先在外面等我，我带着铲子和木桶下去看看。虾仁顺着木绳下到洞里，刚一进去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。瓦斯味道那么重，肯定是煤矿没错了，就是不知道这坑的质量怎么样。虾仁对着墙上挖下一铲子，铲子受到了一阵不弱的阻力。铲子收回来时，一堆粗糙的黑色物质呈现在眼前，用手一摸，感觉像是石头，但手指一用力，又可以将它搓成细碎的黑沙。哦，这纯度应该算是比较高的吧？搞一桶拿回部落好好研究。虾仁拿起铲子连挖了几下，直到袁枚将木桶装满后，刚准备回到地面，可这时系统提示却突然响起。丁，你成功发掘了一处煤矿，宿主可用能源发生质变。为适应新的科技条件，系统将进行升级更新，更新持续24小时，期间宿主将无法使用科技商城和仓库功能。我操，这系统还特么能升级？那岂不是说升级以后的系统将会变得更加高科技？虾仁强忍着激动，返回部落后立刻开始了尝试。这次狩猎带回来了很多动物，正好可以实验一下原煤的燃烧情况。虾仁将碎沙一般的原煤放入火堆之上，用来代替柴火的燃烧。没过多久，原煤便剧烈燃烧，发出耀眼的火光，铁锅里的水也快速沸腾起来。老大，这个玩意真能代替柴火吗？下锅试一下就知道了。正好水开了，把处理好的肉块放进来吧。半小时后，一大锅肉羹已经煮好了，原煤却只用了1/3。我操！老大，这个煤真的很耐烧啊，小小的一点居然能烧这么久。此时就连虾仁也有些惊讶，这些原煤的纯度好像很高的样子，这次肯定是捡到宝了。多亏了小湾那一摔，我才能发现这个煤矿，这份大功不能无视掉，我可得好好赏赐小湾才行。老大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动了？再煮下去，锅里的肉羹都熬干了。大家快吃吧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虾仁来到小湾的房间内，此刻他正在床上休息。大王，有什么事情吗？这个嘛，其实也没啥，主要是来感谢你的。感谢？大王是指什么？解释起来有点麻烦，总之就是你摔伤的那个地方，我发现了一些珍贵的东西，意义很大。那里面臭烘烘、黑漆漆的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大王，你不是在安慰我吧？没骗你，这个煤矿对我意义非凡，你算是帮了我大忙了。我这人不喜欢白赚人便宜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跟我说，我会尽力满足你。大王说的是真的吗？什么要求都可以。虾仁知道小湾一直缠他身子，也已经做好了为事业献身的准备，可小湾的下句话却让他愣住了。太好了，那大王，我想要你的知识，可以吗？学习我的知识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，而且还要你有领悟能力才能学得会，你真的要考虑吗？我知道无论我怎么学习，都不可能变得像你一样了不起，但是就算学不会，我也想试一试。好，我可以教你，不只是你，其他人如果愿意学，也都可以教。传播知识是一件十分高尚的事情，虾仁乐意为之。想到这里，他立刻召集部落里的壮年们过来，准备宣布一件大事。今天训练推迟，你们都去林子里给我伐木，我要盖个大房子。大王是觉得房间太小不够住，想换个大的吗？也是哈，老大这么厉害的人，和我们住一样的小房子实在太委屈了，必须给他盖个大房子，才能彰显出他身为大王的特点。特你的点。这大房子可是有特殊用处的，以后对你们都有用，赶紧去干活，争取1天之内完成建设。实际上虾仁是打算盖一间教室，但是懒得和这群榆木脑袋解释，所以干脆不去解释，却没料到众人听了此言，却是立刻开始浮想联翩起来。大房子所有人都能用，难道大王是想弄一个群体娱乐的场所？想到这，众人顿时兴奋起来。好的，大王，我立刻带兄弟们去办。大部队去伐木后，虾仁选了一处开阔场地，认真地测算着教室建造的具体信息。经过众人的努力，房子1天时间便建造完成了。丁，你成功建造了2级文明建筑，学校获得科技点100。乌巢居然给这么多，
等等，系统你不是在升级吗？怎么还能给提示？丁，系统升级已完成，文明系统 2.0 模式已开启，更新内容如下：一、信息面板修改，宿主的属性信息更详细了。二、储物收纳功能修改，宿主可自由存入和取出物品，收纳范围不包括生命体，仓库中时间正常流逝，物品保质期与外界持平。三、新增信息读取功能，宿主可读取5米范围内每个个体的信息。四、能源系统开放，宿主可将仓库中的原料兑换成能源点，能源点可用于加工和分解功能的消耗。更多系统功能将随宿主的文明体系扩张而陆续增添，请尽快升级文明。一阵系统播报过后，虾仁整个人都精神抖擞了起来。虽然战斗力没有改变，但是总有种自己要起飞了的感觉。打开系统面板，我操！我他妈居然只剩下37年寿命了，那我岂不是61岁就要去世？这也太短命了吧！虾仁刚刚还很高兴的心情，一下子就被毁了个七七八八。而这时恰好附近有其他野人路过，虾仁便发动信息读取功能，查看了一下小弟们的剩余寿命，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。看来我必须要做出改变了，否则这个部落可能坚持不了多久。这个老六身为原始部落首领，却喜欢躲在草丛里偷窥路过的野人壮汉，并且越强壮的他越喜欢看。然而每次看完他都要发出一阵叹气，然后用树枝在泥土上写下一个惨字。一连路过7个壮汉，无一例外都被虾仁刻下惨字。这可怎么办啊？石谷只剩下9年寿命，阿棍只剩下7年寿命，部落里的青壮年都活不到40岁了。原来从刚刚开始，虾仁竟能看到每个人的基础信息。这些小弟和虾仁一起生活了1个多月，要是说半点感情都没有是不可能的。尤其是石谷、阿棍、小湾等人，虾仁早已将他们当成了朋友。面板上说剩余寿命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，这群原始人平时的饮食结构太单一了，很多身体必需的营养都没法吸收。如此看来，我得提前进入农耕文明了。系统兑换1级农耕传承刻板。丁，消耗100科技点兑换成功。拿到传承刻板后，虾仁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动作。只见他来到一处空地之上，将刻板插入泥土里，然后直接跪倒在地，对着刻板虔诚膜拜起来。老大这是在干啥？我也不知道，走去看看。众人来到虾仁身后窃窃私语，可虾仁依旧毫无反应。老大居然没揍我，他是不是死了？老大死了，老大死了！阿棍伤心的跪倒在地，可眼睛只是瞥了一眼石碑后，整个人竟然变得和虾仁一样，定在原地不动。阿棍，你怎么也开始学老大了？那我也学一下吧。2个半小时后，虾仁终于是恢复清醒。我不就是看了一眼传承刻板吗？怎么瞬间脑子里多了这么多知识，而且全都是关于如何种田的。现在的我感觉就像是农业专家，这也太牛波了。虾仁心中想着，要是现代有这种技术，考试就不会有任何难度了。看来阿棍和小湾也在吸收知识，不错，这样省得我一点点教这群笨蛋了。紧接着，虾仁叫来部落所有人，让大家都膜拜了一遍传承刻板。所有人清醒后都露出震惊的神情。看来大家都已经学会了如何种田了。从现在起，所有成年人都得有一块田地，每天种菜、浇水、施肥，然后……老大我知道，然后等蔬菜成熟，就能吃上美味的蔬菜大餐了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吃蔬菜吗？因为蔬菜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维生素，吃了它们就会身体健康。老大我厉害吧？哟呵，不错，以后你们得多吃蔬菜，才能多活几年。老大你也要多吃点，不然死太快就不好了。看来传承刻板已经把所有知识都教会你们了，那大家抓紧时间，现在就开始干活吧。半天时间过去，一群原始人用木质锄头一点一点锄出了好几亩地。锄好地之后，你们抓紧时间去吃点食物补充营养，下午还有更重要的活要去干。虾仁口中的活，自然是昨天才发现的煤矿。虾仁要让这群小弟当黑奴挖矿。系统更新后，煤矿就是重要的资源，可以用来分解和兑换物品。为了以后的美好生活，只能让这群野人小弟们提前体验一下几百万年后资本家的压榨了。老大，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啊？你们只要拿铲子往下挖，挖到黑色的小土块，就通知我，这个东西叫煤，以后会有大用处。可是老大，我有点累了，我们要干到什么时候啊？哟呵！别废话，继续干活。你看其他小弟都没说什么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喊什么累？
与此同时，一个野人小弟在黄土中挖到一个硬硬的东西。哦，大王，我挖到煤了，我挖到煤了。虾仁闻声赶去，果然是一小撮黑乎乎的碎煤。干得不错，回去奖励你多吃1块烤牛肉。我操！把这些煤放进这个木筐里吧。众人见虾仁凭空变出木筐，直接惊呆了。老大，这个东西你从哪拿出来的？它比人还大啊！这个是镇元大仙的神通，叫袖里乾坤，可以把各种东西收到身上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老大是仙人。行了，继续挖吧。要是再挖到煤，就全部丢进木筐里。一直到了天黑，虾仁才让众人停止干活，一起返回部落。丁，你收取了半筐原煤。很快，原煤的属性列表就出现了。297公斤原煤换 26.73 个能量点，也就是1点能量等于10公斤纯度，为100%的原煤。系统的合成功能需要消耗能量点，要不要将这些煤炭换成能量点呢？正所谓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虾仁心一横，便下达了指令。系统打开合成操作。下一秒，一个巨大的炉子出现在虾仁面前，将这些原煤换成能量点。丁，兑换成功，你失去了297千克原煤，获得了26.73能源点。居然就给这么少能源点吗？不管了，每次合成需要消耗1点能源，先合成试试看。随后虾仁又拿出仓库里的1吨生铁，将其作为原料。请注意，合成操作不可回退，确认后你将永远失去道具1吨生铁以及1点能源。找 BB 给爷合成。丁，确认操作，道具1吨生铁已移除，能量点已消耗，道具合成中，请等待1分钟。还好就1分钟，待会还可以试试别的。虾仁心中本以为合成出的物品应该和铁有关系，估计是钢铁之类的制品，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啊？男人拿出1吨生铁，放进面前的炉子里。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炉子里的生铁居然全都变成了大豆。丁，成功合成出68斤大豆。1吨铁加300公斤煤等于68公斤大豆，科学呢？科学在哪里？尽管论价值来说虾仁亏麻了，然而现在的他却十分高兴。1吨生铁对现在的我来说毫无作用，但这些大豆却能让部落小弟们种植，填饱肚子。不过现在虾仁依旧搞不明白合成炉的机制，他决定再次尝试一下。要不用开山斧试试看，不知道会不会变成更强大的武器。还是算了，开山斧的用处太大了，万一变成了奇怪的东西就亏大了，还是用这个吧。虾仁取出木矛，毫不犹豫扔进了炉子里。丁，合成成功，您获得了一个窝窝头，可补充20点保湿度。啊！难不成转化出来的全都是食物？虾仁不信邪，又拿出了一个大鼓棒，刚准备放进炉子里时，小弟阿棍却突然凑了过来。哦，老大，你手上的是啥？闻起来好香啊！咦，你的鼻子是属狗的吗？刚一拿出来你就过来了，拿去，别烦我。嘿嘿，谢谢老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打发走阿棍以后，虾仁将大鼓棒放进炉子里。丁，合成成功，您获得了草鞋，穿上后可获得飞一般的感觉。这合成的物品好像有点用，但又好像没用。接下来虾仁进行了10几次尝试，成功获得了许多没用的垃圾。不过有一样物品让他非常意外。虽然为此奉献了一个猪圈，不过有了这把枪简直无敌呀！我感觉可以硬刚山顶上的巨人了。啊！吴朝，系统你他妈坑我呢！给枪不给子弹几个意思啊？看来只能等等，看系统商场会不会有子弹了，白高兴一场。此时虾仁也明白了合成的规律，那就是完全随机。不过合成出来的物品价值要比放进去的物品要低一些，真的是太败家了！果然赌狗不得好死，目前唯一能用的也就这些大豆了。正当虾仁准备喊小弟们种大豆时，路过的野人小弟却发出一声惊呼：天哪，是黄豆！这一声惊呼引来了许多小弟的围观。居然有这么多黄豆，而且豆子还那么饱满，这可是上好的种子啊！而且现在正是最适合种植的季节。哼，那么好的东西，大王居然现在才拿出来，真是太不够意思了。一群昨天还连锄头都挥不准的原始人，此刻仿佛变成几十年的老农夫一样，一本正经地分析起大豆的优劣来。你们都知道如何种植大豆吗？自从看了老大你的墓碑后，我们就都学会了种田。那是传承刻板，老大我还没死，哪来的墓碑啊？这些种子是很重要的财富，只要将它们播种下去，悉心照料，明年我们就能吃到大豆和豆制品了。老大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呵护好这批种子的，保证可以产出很多很多的豆子。
然而就在众人拿着种子，正准备勤勤恳恳去耕地时，负责打探情报的巡猎者却突然慌慌张张跑到虾人面前。老大有情况，我在北面山林里看见了巨石氏族的猎手小队，距离不是很远，而且正在朝着这里靠近，他们有可能要发现我们了。那他们肯定又要抢走我们的食物了，而且看见这些漂亮的房子后，肯定也要霸占。众人听到巨石氏族这个名字时，都不由得面露惊恐，下意识认为这群人不可战胜。然而虾人却不这么认为。大家不要害怕，我们现在有先进的武器，而且人数占优，还有熊大坐镇，他们打不过我们的。对呀，我们有木矛，还有弓箭，根本不怕那些人。所有人听着，等下你们都到林子里躲着，只留下一些老弱妇孺在这里，没有我的信号，谁也不许擅自行动。老大，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？如果敌人来了的话，直接冲上去灭了他们不就好了吗？这叫引蛇出洞，对方要是看到我们这么多人，肯定吓得逃跑了，而我们要是先躲起来，就能一网打尽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老大实在是太聪明了。嘿嘿，大家赶紧出发吧，都隐藏起来。熊大，你也是。很快，众人便躲在了附近的树林中，进入漫长的等待。部落的扩张还有挖煤种田都需要人手，要是能收服，尽量收服，实在不愿意投降的，只能解决掉了。10分钟后，大约10几个巨石氏族的人果然来到了虾人部落前。然而看到领头的人后，众人却吓了一跳。老大，领头的竟然是巨石氏族的老大，巨石大王。居然有如此美妙的地方。虾人在原始社会建造出世上仅有的现代村庄，不仅带着部落小弟们住上舒服的房子，还让每个人都种田养猪，自给自足，本以为能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，却不料一伙强大的野人氏族发现了此处。当他们看到眼前的场景后，全都惊呆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大哥，这个地方太棒了，我们把它抢过来吧。对啊，大哥，那些木头颜色的东西里面好像是空的，可以当巢穴居住，而且这里还离水源很近，喝水也方便，不用跑到山下。好，那就抢过来当做新驻地。巨石大王看着面前只有老弱妇孺，以为这个部落的其他人都外出打猎去了，可殊不知虾人早有准备，此刻正带着小弟们躲在了附近的林子里。兄弟们，时机已到，跟我一起上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原始人对于虾人的战术一无所知，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是倒霉，恰好遇上了虾人打猎回来。大家不要慌，对面人太多打不过，我们往后撤。然而他们刚准备逃跑，却只听见一道破空之声响起。老大，你发明的弓箭太好用了，拔棍干得漂亮，接下来看我们的。此刻巨石氏族众人已经懵了，明明周围没有敌人，自家小弟却毫无征兆的升天了。就在众人愣神之际，虾人已经带着大部队来到他们面前。都别动，谁敢逃跑，这就是下场。我是巨石氏族的巨石大王，你要是对我动手的话，部落里的100号人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不用威胁我，巨石氏族，我自会出手。现在你们有2个选择，要么放弃反抗加入我们，要么死。你们不过是人多势众，想要我投降，先单挑战胜我再说。对，你们要是单挑得过巨石大王，我就投降。你们是认真的吗？居然还有这种好事！小子，口气不要太大，我可是受到大巫洗礼过的男人，到现在没人能。什么大巫小巫的，在我面前都是弟弟。偷袭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硬碰硬。你确实有点东西，足够我使出全部实力。这不可能！一旁的巨石小弟们满脸震惊，他们引以为傲的老大居然输了。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人，而我是神。神，我输了。能够逼我全力出手的凡人，你还是头一个。你败了，但虽败犹荣。只要不伤害我的兄弟们，我可以投降。这是自然，加入我的部落就能享受到一切。但是我有个要求，你去让巨石氏族的其他小弟也加入虾人部落。虾人的最终目的就是收服整个巨石氏族。然而巨石大王接下来的话却让虾人大吃一惊。实话实说，我已经不是巨石族的首领了，因为有一个叫大力王的家伙，他获得了大巫的洗礼，他向我挑战，我输了。现在他才是部落的首领，部落也改名叫大力氏族了。你一直说的这个大巫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大巫是一个很神秘的人，平时他都不在部落，我也很少见到他。本来我的实力也就比普通人强一点，但自从在他的池子里泡了一下，就突然变得强大到无人能敌。巨石说的话虾人是相信的，因为身为挂壁的虾人刚刚使出全力才勉强打过了他。要知道虾人使出的可是10倍成年人的力量。难道说这个大巫也是个挂壁？尽管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大巫，但依旧没有打乱虾人的计划，而这个计划将在今晚执行。既然你们愿意加入虾人氏族，那接下来我就讲讲这里的规矩。虾人心中明白，部落的整合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，必须将规矩
矩全部定好。在虾人部落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应的事情要做。我会在保证所有人基本生存的情况下，奖励那些干活积极的，惩罚那些不好好干活的。一旦让我发现有人敢以强凌弱，那我会毫不犹豫将他逐出部落。好的，虾人大王，我们一定会遵守这里的规矩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有点像是被火烧过的野兽肉，不过比那个更香。太美味了！原来新山的山羊肉还可以这么好吃，这咸咸的滋味是我到现在吃过最好吃的食物了。吃吧，吃完了我带你们熟悉熟悉部落环境。饭后，虾人亲自带着巨石等人逛了起来，一边闲逛，还一边给他们介绍各种新鲜事物的用处：教室、房子、茅厕、猪圈、菜园、农田，还有各种实用的器具等等。巨石等人一路走过去，惊叹之声就没停下来过。虾人还顺便送了他们一些小东西，像吃饭的木碗、筷子、汤匙，还有多出来的麻布衣服、裤子等等。虾人大王，你对我们太好了！刚才我居然还想着吞并你们，我真该死呀！这些都是基本物资，每个人都会拥有的。不过你们的房子还没有造好，晚上就先住在教室里吧。明天你们得自己砍树，然后会有人教你们造房子。谢谢虾人大王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。夜幕降临，就在巨石族小弟们都陷入睡眠时，虾人却带着50个壮汉和熊大悄悄起身，所有人都全副武装，手上拿着长矛和弓箭，借着月光行走在原始丛林中。50名野人带着现代武器在原始森林中连夜赶路，竟只为杀掉大力士族的野人首领。只因大力士族仗着人多势众，隔三差五便抢走虾人部落捕获的猎物。为了报仇，虾人为小弟打造出弓箭和长矛，自身更是被系统强化的能以一敌十。面对只有木棍鼓棒防身的大力士族，本应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。然而到了大力士族门口后，虾人却让众人全都停下脚步。待会大家保持安静，不要吵醒这群野人，也不要伤害他们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杀掉大力王。大王，要是有人醒了，看见了我们怎么办？男的杀了，女人小孩打晕。虾人的最终目的是吞并大力士族，壮大自己的部落，所以能不杀尽量不杀。再二，这把枪是终极杀器，交给你了。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，就用它来一击必敌。放心吧，老大。好，大家一起上。然而刚一进入部落，就看见一个石头旁睡着2男1女3个原始人。大王，杀不杀？我看看能不能套个话，问出大力王的下落。虾人来到2个男的身边，一手一个将他们拎了出来。2人猛然惊醒，当看到面前站着一大群陌生人后，刚想尖叫，嘴就被虾人一把捂住。回答我几个问题，我可以不杀你们。然而面前的原始人非但没有配合，反而挣扎得越来越激烈，显然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只想着获得安全。大王，杀了吧，山就这么大，找一找很快的，留着他们反而可能惊动别人。虾人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同意了石谷的建议，解决了2人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击杀人类到达5人，罪恶系统开启。罪恶系统说明，每当宿主亲手击杀1名同类，便获得1个罪恶点，每获取1个罪恶点都会折损宿主10天的寿命，同时累积罪恶点可兑换邪恶称号。以下是邪恶称号的兑换情况：邪恶称号存在覆盖关系，附带属性不可叠加，宿主当前罪恶点5点。杀一个人就够10天的生命，然后获得1点属性点，也就是说，我现在的寿命最多可以获得1350点罪恶点，然后就会当场升天。完了，这破系统越来越让人蛋疼了。就在虾人一阵无语之时，一个半夜起来上厕所的女人正好撞见了全副武装的虾人等人。有敌！最不愿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大家分散开来，准备战斗。随着女人的尖叫声响起，整个大力士族所有人都清醒了，看着面前全副武装的虾人大军，有的吓得躲在了远处，有的则是拿起武器冲了过来。所有人听着，反抗者杀！整场战斗呈现出一边倒的情况，虾人纵观全局，心情颇为沉重。大力士族最少有20个人丧命了，这些可都是将来部落的人口啊！阿棍还没找到大力王啊！我也没看见。熊大，我去山顶看看，你留在这里帮助大家。虾人准备前往山顶找找看，路上遇到了些投降的大力士族的妇孺，把投降的人都押送到山腰空地上，让熊大看着他们。虾人来到山上，扯开嗓子大吼一声：大力王，可敢出来与我一战？虾人，你竟然在我洗礼的时候袭击我的氏族，真是找死！我就找死了，你能怎么着？你这怂货躲起来不敢见人，是怕被我打得哭爹喊娘啊！可恶，我要撕碎你！那你可得使点劲了。就在大力王靠近时，虾人连忙启动了信息探查。乌巢居然这么猛，3维属性的总值居然只比我低1点，而且格斗技能更是达到了9级，这谁打得过啊？然而眼看大力王已经近在眼前，虾人只能硬刚。这力量太强大了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强，原来也不过就这样。才过1招就跟我装逼起来了，当我斧头是摆设吗？
呵呵呵，爽快！你比巨石那家伙强多了，我要亲手拧下你的头颅，做成吊坠，永远挂在身上。怎么办？这家伙有点难搞啊！要不喊人帮忙？虾仁虽然不想破坏自己在小弟心中的无敌形象，但眼下也只能这样了。可当他刚准备撤退摇人时，大力王的进攻突然变得更加迅速，力量也变得更加强横。摇人的机会都不给，我跟你拼了！小子，受死吧！虾仁和大力王同时使出全部力气，朝着对方的身体攻击而去。我的胸口好痛，肋骨好像断了。哈哈哈哈！我赢了，我赢了！我才是人类之中最强大的存在，虾仁王，你去死吧！这不可能！虽然赢了，但是代价有点严重啊！虾仁现在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等待救援到来。可这时他突然看见大力王倒下的地方出现了一只虫子，正缓缓朝着虾仁爬过来。警告！警告！凶暴原虫正在试图侵入你的身体，请立刻击杀该生物。若宿主身躯被凶暴原虫侵占，系统将立即执行生命抹除计划，清除宿主与原虫。警告！警告！怎么了？这是凶暴原虫是什么东西？随着虫子的不断靠近，虾仁终于是看清了虫子的面貌，一股记忆也随之涌来。这居然是之前我在那座山上看到的虫子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虾仁无意间来到一处遍布兽骨的荒山，紧接着他就看到成群的飞虫朝他涌来，遮天蔽日，